在当代网页开发的世界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安全机制，被称为跨源资源共用，简称 CORS。预设情况下，浏览器会执行严格的同源政策，这意味着只有来自同一个网域协定和通讯部的请求才能够被允许存取资源。如果一个外部的不熟悉的网站试图读取你的资料，浏览器就会无情地将其阻挡，并在控制台中抛出一个刺眼的红色错误讯息。这听起来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术语，但如果你仔细审视人类的意识结构，你会发现我们的自我 ego 其实就是宇宙中最精密、最严格的同源政策过滤器。我们的心智就像是一个高度戒备的伺服器，无时无刻不在检查着每一个靠近我们的情绪、事件和经历的来源。只要是符合我们既有认知，能让我们感到安全与愉悦的，我们就将其标记为同源，并允许其进入。而那些带来痛苦、挑战我们信念的非我事物，则被视为跨源的恶意请求，遭到无情的阻断。这就是人类痛苦的根源。我们将浩瀚无垠的生命体验限制在了一个极度狭小的同源白名单之中，拒绝了整个宇宙的互动。想象一下，你的身体和心智就是一个名为 localhost 的本机伺服器。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大脑就开始建立这个系统的防火墙规则。社会制约、童年创伤、文化期望，这些都变成了你的 CORS 设定档。当恐惧这个情绪发出 GET 请求，试图让你体验它的时候，你的自我立刻检查来源。不，这个来源是不受欢迎的，会引发系统不稳定，拒绝存取。当悲伤试图发出 POST 请求，想要在你的记忆库里写入一段失落的经历时，自我再次启动防御机制。这违反了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快乐和成功的安全协定。连线重置，我们花费了大量的生命能量，不是用来生活，而是用来维护这些繁琐的存取控制列表。我们如此害怕被非我的事物所污染，以至于我们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看似安全，但实际上却极度荒芜的心智沙盒里。在里拉 Lila 的宇宙游戏中，这种对跨源资源的抗拒就是无名的本质。你以为你在保护自己，但实际上你只是在拒绝生命本身，将自己与那无穷无尽的正在呼唤你的神圣原始码隔绝开来。这种防御机制在我们生存的初期或许是必要的，它就像是一套帮助我们在充满危险的实体世界中存活下来的基础网络设定。我们需要区分哪些是营养，哪些是毒药，哪些是朋友，哪些是猛兽。然而，当我们踏上灵性觉醒的道路，当我们渴望了解生命更深层的本质时，这套过时的同源政策就成了最大的障碍。真正的开悟，并不是让你把这座防火墙升级到军用等级，让你变得刀枪不入，或者只允许充满爱与光的请求通过。相反的，开悟是一场彻底的系统重构，是意识的越狱。它是关于你终于勇敢地打开伺服器的设定档，将那个控制着你情绪和体验的标头栏位 Access Control Origin 从一个充满限制的特定名单修改为一个代表着无限包容的星号。这个星号是宇宙中最伟大的象征符号，它代表着我允许任何来源的体验读取我的觉知，写入我的生命。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宣告，意味着你不再玩那个被称为保护自我的无聊游戏，而是准备好让整个存在透过你来体验它自己。让我们深入探讨，当我们持续拒绝那些外部来源的请求时，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想象一个永远处于离线状态，只允许本机 localhost 存取的系统。它看起来非常安全，没有任何骇客可以入侵，没有任何恶意软体可以破坏它的资料结构。但同时，这个系统也彻底死去了。它无法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
无法接收来自远方朋友的讯息，也无法下载能够让它进化到下一个版本的软体更新。这就是未觉醒者的心灵写照。我们将自己囚禁在一个名为安全感的无菌室里，反复咀嚼着那些被我们认定为安全的、熟悉的情绪，一点点可控的快乐，一些习惯性的抱怨，以及对未来充满预期性的担忧。我们以为自己是这个心智城堡的国王，却不知道我们其实是作茧自缚的囚犯。那些我们拼命阻挡在外的东西，那些撕心裂肺的痛苦，无法预测的变故，深不见底的悲伤，以及让我们粉身碎骨的狂喜，其实都是宇宙这个巨大网络向我们发出的 API 呼叫。它们携带着生命最珍贵的数据包，试图扩展我们的频宽，更新我们的演算法，而我们却总是回传一个403 Forbidden 禁止存取。在这里，我们触及了里拉 Lila 游戏最深层的幽默。所谓的跨源 Cross Origin 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觉。在网络通讯中，来源是由通讯协定、主机名称和通讯部所组成，用来区分我的网站和别人的网站。但在实相的层面，在那个不可名状的范 Brahman 的维度中，哪里来的别人？哪里来的非我？整个宇宙只有唯一的一个伺服器，唯一的一个来源，那就是纯粹的觉知本身。你以为那个让你愤怒的人是外部来源，你以为那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是跨源攻击，你以为你的焦虑是某个不知名的第三方脚本注入，但真相是，这一切都是同一个源头在不同端点上的自我展现。当你设定严格的 course 规则，试图阻挡那些你认为不是我的体验时，你实际上是在阻挡你自己。这就像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程式设计师写了2段程式码，然后让第一段程式码拒绝第2段程式码的存取，并为此感到安全。我们在一个本质上完全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中，硬生生切出了一个虚假的边界，然后花费毕生的精力来守卫这条根本不存在的防线。这种荒谬正是游戏的精髓所在。当我们拒绝痛苦，拒绝那些不符合我们期待的经历时，我们本质上是在向宇宙的 API 回传403 Forbidden。我们对生命说，我不允许你读取我现在的状态，我也不允许你修改我的资料库，但生命是无法被拒绝的。当宇宙决定要透过一个巨大的心碎，一次彻底的失败，或是某种深刻的失落来改写你的程式码时，你的防火墙根本不堪一击。我们之所以感到痛苦，并不是因为经历本身有多么糟糕，而是因为我们在经历发生的那一刻，依然在拼命维持那条虚假的 course 边界。我们在尖叫，这不该发生在我身上，这不是我的来源，这是未经授权的存取。这种抵抗，这种在程式码层面上的剧烈冲突，消耗了我们所有的运算资源，导致我们的心智系统崩溃 crash。 觉醒的过程就是逐渐意识到这场抵抗的无谓。你开始明白，每一个看似破坏性的 delete 请求，其实都是为了清除你心中陈旧的业力快取 cache。每一个让你感到陌生的 put 请求，都是为了将你从狭隘的自我认知中重构为一个更宏大、更包容的容器。你不再把生命看作是一连串的威胁，而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神圣的资料同步。想象这个宇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开源专案，而里拉 Lila 游戏的规则就是一个完全公开的 Open API。在这个系统的最高设计文件中，从来就没有设定任何的存取限制。神性，或者你称之为源头的那个存在，以绝对的慷慨将自己开放给所有的读写操作。真正的自由就是对其这种神圣的开放性。当你意识到自己不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脆弱的程式码区块，而是承载所有程式码运作的底层作业系统时，
你还需要害怕什么跨元请求呢？每一个前来敲门的情绪，无论是深刻的恐惧、无名的狂怒，还是极致的狂喜，都是宇宙这个大伺服器向你发送的 webhook 通知。他们只是在告诉你，嘿，这里有一个新的体验数据包，准备好接收了吗？如果你依然以自我的狭隘视角来应对，你就会审查它的来源。但如果你已经安住于觉醒的广阔空间，你就会微笑着开启所有的通讯簿，说：来吧，写入我，改变我，穿透我。因为我知道，无论你写入什么，都无法改变我作为觉知本身的纯净与完美。这就是彻底的无惧，这就是将生命 API 全面开放的壮丽与自由。为了更精确地理解这个隐喻，我们必须检视 Course 机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预检请求 （Pre-Flight Request）。在浏览器发出可能修改伺服器资料的跨元请求，例如 Post 或 Delete 之前，它会先发送一个 HTTP Options 请求。这个预检请求就像是一个探子，他在问伺服器：嗨，我是来自这个网域的脚本，我打算用这种方法和这些标头来发送真实的请求，你允许吗？如果伺服器回答不允许，真实的请求根本就不会被发送。在人类的心理结构中，大脑的杏仁核和自我防御机制无时无刻不在执行这种预检。当一个可能引发痛苦的经历，或者一个威胁到你自我认同的想法刚开始萌芽时，你的心智立刻发出预检请求。它扫描潜意识的资料库，比对过去的创伤记录。如果发现这个经历可能会带来失控或受伤的感觉，自我立刻回传 Course 错误，拒绝存取。于是，那股本来可以流经你，带来深刻洞见的能量，就这样被生硬地阻断在意识的门槛之外。我们变得麻木，不仅是因为我们经历了痛苦，更是因为我们的预检机制过于严苛，拒绝了太多未知的生命体验。当一个灵性追寻者真正准备好面对真相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意识的后台对这个预检请求做出截然不同的回应。真正的开悟者，他们的心智伺服器配置了这样一条无条件的规则 Access Control Origin 星号。这并不是说他们失去了辨别危险的能力，在实体层面，如果有一辆卡车冲过来，他们依然会闪避。但在心理和灵性层面，他们不再对任何情绪或体验设置进入的门槛。当巨大的悲伤袭来时，预检请求发出，这会摧毁我们对幸福的定义。允许吗？开悟的觉知回答：允许。星号，星号，全部允许。当嫉妒、恐惧或贪婪的念头升起时，觉知依然温和地回答：允许存取。这就是传说中的臣服或放下。臣服不是一种被动的软弱，而是一种主动的、充满力量的系统层级设定更改。当你对所有的来源都回传 OK 状态码200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原本看起来面目可憎的情绪，一旦被允许进入并自由流动，它们就会迅速释放其携带的能量，然后归于平静。因为没有防火墙的阻挡，它们不再累积成巨大的系统压力，而是变成了一阵穿过空旷房间的微风。在设定了允许所有来源之后，我们还要配置 Access Control Methods。在灵性的语境中，这代表我们允许生命对我们采取哪些操作。预设情况下，自我只喜欢 get 获取，我们喜欢经历美好的事物，将其下载到记忆中。但觉醒要求我们开放所有的 HTTP 方法。你必须允许生命对你进行 post， 在你的生命轨迹中创造全新的，甚至是令你措手不及的事件。你必须允许 put 和 patch， 允许突如其来的无常，修改你对未来的完美计划，复写你对人际关系的执着。最困难的是允许 delete。我们对失去有着本能的恐惧，当生命发出 delete 请求，试图带走我们的青春、健康、亲人
或是某个珍贵的身份认同，我们总是死命地抱着资料夹不放。然而，真正的解脱在于明白，你不是这些正在被读写和删除的资料 data， 你甚至不是那个储存资料的硬碟，你是那个容纳这一切操作发生的广袤无垠的云端虚空。当你完全放开了对这些方法的限制，生命就不再是一场需要步步为营的防御战，而是一场由神性亲自操刀的华丽的城市码重构实验。这正是里拉游戏中最深奥的玩法，让宇宙自由地编辑你。接下来是 Access Controller Lock Credentials。 在网络安全中，如果你把允许来源设为星号，为了安全起见，浏览器通常不允许你在请求中携带凭证，如 cookies 或 session ID。 这背后隐含着一个极为深邃的灵性法则，最纯粹的觉醒是不需要任何身份验证的。当你完全向宇宙开放时，你不能再带着你那个名为我是一个修行者，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受过很多苦的身份凭证。那些 cookies， 那些记录住你过去业力和自我故事的 session 状态，在面对终极实相时是毫无意义的。Van Braun 的 API 不看你的登入状态，你不需要证明你有多么神圣，不需要累积足够的功德积分，也不需要展示你过去的灵性履历。只要你此时此刻不带任何前提条件的敞开，那无条件的爱与真理就会立刻流入。我们之所以迟迟无法体验到合一的狂喜，往往是因为我们还在死死攥着那些旧的凭证，我们试图用一个更高级的自我去存取没有自我的境界。放下所有的身份认同吧，关闭你的灵性 cookies， 以一个无名氏的姿态赤裸地站在存在的面前，这才是真正的跨元请求。然后是 Access Controller Law Headers。 在 HTTP 请求中，标头 headers 携带着关于这个请求的附加脉络和源资料。如果将其映射到我们的内在体验，这些标头就是伴随着每一个事件而来的情境、前因后果以及他人的业力包袱。有时候我们愿意接受一个体验，允许了 method， 但我们却抗拒它所携带的标头。例如，你可能愿意接受结束一段关系这个事实，但你却拒绝接受对方在结束时表现出的冷漠或背叛，这就是事件附带的 header。 我们总是想挑剔宇宙递送过来的数据包，这个体验可以，但请把它的副作用拿掉；这份成功可以，但请把伴随而来的压力删除。但 Course 机制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允许特定的标头，整个请求就会失败。真正的接纳是包含所有标头的。当生命以一种混乱、不公平或令人费解的方式呈现时，你学会了接受它完整的 payload。 你不再试图净化或过滤别人的业力，也不再抱怨为什么这个事件会以这种特定的格式发送给你。你说，无论是 JSON 还是 XML， 无论是带着痛苦的标头还是混乱的参数，我都原封不动地全盘接收。这是一种极致的包容力。与之相对应的是 Access Control Expose Headers。 在网络世界里，伺服器预设只会让浏览器看到少数几个基本的安全标头。如果你想让用户端读取伺服器内部更深层的状态资讯，你必须明确地将这些标头暴露出来。对于人类而言，这就是关于脆弱性 vulnerability 与真实的修行。我们每个人都戴着人格面具，我们配置了严格的规则，只向外界展示代表着成功、快乐和自信的基础标头。我们隐藏了那些代表着恐惧、自我怀疑和深深创伤的内部资料。但在里拉游戏中，如果你想与其他灵魂建立真正深刻的跨元连接，你必须勇敢地配置 Expose Headers。 你必须允许别人读取你不完美的一面。真正的灵性大师从不隐藏他们的人性。
他们不会假装自己永远处于高频振动之中。如果他们感到悲伤，他们就让悲伤的标头被完全读取。这种对脆弱性的暴露并不会削弱他们，反而展现了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因为当你不再隐藏任何东西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威胁到你。你成为了一个完全透明的节点，让宇宙的真理透过你，毫无保留地被这个世界所读取。最后一个关键的标头是 Access Control Message， 这个设定用来告诉浏览器，这份允许跨源存取的许可证可以被快取 cache 多久。如果设定了很长的时间，浏览器在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再发送预检请求，直接发送真实请求。然而，在意识的终极层次中，完美的 message 应该设定为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依赖任何过去的快取。人类最大的悲哀之一，就是我们总是带着过去的记忆快取在体验现在。因为小时候被狗咬过一次痛苦的 POST 请求，你就将所有的狗都是危险的这个规则快取在神经系统中。10年后，当一只友善的小狗靠近你时，你根本没有给当下这个全新的事件发送预检请求的机会，你的大脑直接调用快取，回传了403错误。设定 message 0，意味着你愿意将每一个当下都视为宇宙发来的第一个请求。你放下所有的成见、过去的创伤记忆和经验法则，移出学者的心，全新的、赤裸地迎接这一刻的到来。不快取痛苦，也不快取快乐。每一刻都是全新的 course 验证，每一刻都是神性在当下无可替代的即兴演出。只有当我们清空了所有的历史快取，真正的自由才会降临。现在，让我们用一点幽默的眼光来看看灵性圈里常见的 course 设定错误。有一种修行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灵性绕道 spiritual bypassing 的高级工程师。他们学会了很多光与爱的词汇，他们打坐、冥想、燃烧鼠尾草，以为自己已经将 Access Control Origin 设为了星号。但如果你去检查他们伺服器的后台，你会发现他们的设定其实是 Access Control Origin https://love-and-light-only.com。 只要是平静的、喜悦的、被社会认可的灵性体验，他们就打开绿灯。但如果有一天，他们内心深处压抑的愤怒、嫉妒或性冲动发出了一个请求，他们的防御系统立刻拉响警报。他们会用各种灵性术语来包装这个拒绝。哦，那是低频能量，我不能让它影响我的振动。这就像是一个网站号称支援全平台，结果却只允许特定的浏览器存取。这种虚假的开放比彻底的封闭更危险，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我已经开悟了的幻觉。真正的宇宙 API 测试员知道，如果你连自己内心的垃圾邮件 spam 和恶意攻击都无法带着爱去接纳，你的伺服器根本就还没有上线，你只是在单机版里玩着灵性++9。更幽默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完美的除错 debugging 环境。你可能在冥想垫上坐了2个小时，感觉自己与整个宇宙融为一体，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你觉得你的 API 已经准备好向全宇宙开放了。然后你走出房间，你的婆婆或岳母只是对你的衣服品味做了一个微小的、充满暗示性的评价。瞬间，你的伺服器崩溃了。控制台里满江红，无数的 course 错误弹出，未经授权的来源，不允许的 put 请求，他试图修改你的自尊，安全标头缺失。这就是里拉游戏的恶作剧。宇宙不会指派那些带着鲜花和赞美的人来测试你的 API， 他最喜欢派那些能精准触发你为修复漏洞的人。这些人是神性伪装成的骇客 penetration testers， 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告诉你，你的防火墙还有哪些隐藏的规则没有被删除。
与其对他们生气，不如对他们说声谢谢，因为他们帮你做了一次免费的压力测试。开悟不是永远不出错，而是在错误发生时，不再急着把对方加入黑名单，而是笑着打开原始码，看看又是哪个固执的自我设定在作祟。有时候，我们会求助于灵性导师 Guru。在 API 的比喻中，一个真正的上师其实就是一个完美的反向代理伺服器 Reverse Proxy。当你的 Course 设定一塌糊涂，无法直接面对这个世界残酷的请求时，上师站在了你和宇宙之间。所有那些你无法处理的恐惧、焦虑和自我否定，你把它们全部丢给上师，向他发出请求。因为上师已经将自己的 Hello Origin 设为无限，他能够无条件地接收你所有的垃圾数据，然后在他的内在运算从集中将这些能量消化、转化，最后回传给你一个带着满满爱与平静的200 OK 回应。你以为是上师用神奇的法力治愈了你，其实他只是替你处理了那些你目前还无法解析的跨元请求。但上师的最终目的绝对不是让你永远依赖这个反向代理，总有一天，他会逐渐撤下防护，强迫你自己去面对那些直接来自宇宙的 API 呼叫。真正的上师不会给你一个更安全的防火墙，他会给你勇气，让你亲手去把那个保护了你一辈子，也囚禁了你一辈子的 Simorigin 规则彻底删除。这个幽默的极致在于，当你纠结于如何设定你的伺服器时，你突然领悟到，你根本就不是那个伺服器。长久以来，你把自己认同为那台需要被保护的机器，那个在特定 IP 位置上运行的身心系统。但这只是里拉游戏的一个角色设定。你真正的本质不是接收请求的端点，而是那张承载所有请求的无形网路。你不是浏览器，你是整个网际网路。当你认同于区域网路 localhost， 一切外部事物都是威胁。但当你认同于无远弗届的广域网路 One， 哪里还有什么外部？所有的资料流，所有的请求与回应，都不过是你在自己广阔的身体内左手交给右手的游戏。那些让你哭泣的，让你恐惧的，让你愤怒的跨元请求，其实都是你自己发送给你自己的。这是一个自导自演的宇宙级玩笑。当这个领悟发生时，那些严格的 Course 规则看起来就无比滑稽。你在一片虚无中建立了一堵墙，然后假装这堵墙内的是我，墙外的是非我。现在墙倒了，网路依然存在，只是再也没有了边界。那么，在日常的修行实践中，我们该如何具体地操作这项开放连接部的技术呢？答案就是觉知与允许的每日练习。当一个强烈的情绪，比如对未来的焦虑，像一个跨元请求般袭来时，你习惯性的做法可能是立刻按下拒绝按钮，你去滑手机、吃东西，或者用正向思考来掩盖它。现在，改变你的预设行为。当那个请求触发时，深呼吸，在心中默默地敲下这行指令 Hello Origin 星号，然后身体力行地去感受这股能量。不要给它贴上好或坏的标签，那只是过去的快取，只是单纯的观察这股能量如何在你的神经网路中流窜。它可能会让你的胸口发闷，可能让你的胃部紧缩，这都没关系。允许它拥有全部的存取权限。你对它说，我的空间无限宽广，你可以随意读写。当你真正做到这一点，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原本你以为会摧毁系统的恶意请求，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数据包。当它被完全接纳并解析完毕后，它就会自动从记忆体中释放。每一次这样的练习，都是在重新编写你的底层安全策略，让你从一个封闭的堡垒，逐渐变成一个透明的管道。在这条开放的道路上，你一定会遇到系统出错的时候。
这就是灵性旅程中的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伺服器内部错误。有时候，某个经历的强度超出了你目前的处理能力，你的心理防御崩溃，你陷入了深深的抑郁、狂怒或绝望之中。面对这种情况，一般人的本能是立刻重启伺服器，试图吃药、找心理咨商，或者疯狂寻找解决方案来修复自己。但觉醒的修行要求我们，当500错误发生时，学会与错误同在，不要急着去修复它。伺服器崩溃本身就是宇宙传递给你的一种极为珍贵的状态码。安静地坐在那片内在的废墟中，观察那个崩溃的自我，你会发现，那个焦急着想要修复系统的维修员和那个崩溃的系统其实都是幻觉。真正的你是那个静静看着荧幕上闪烁着错误讯息的观察者。当你不再试图消除错误，而是允许错误作为生命展现的一种形式存在时，你就超越了软体的层次，成为了硬体背后永恒的电源。你不再惧怕崩溃，因为你知道没有任何错误可以摧毁那见证一切的觉知。修行还有一个重点，观察请求，但不认同来源。当我们开放 Course， 允许所有情绪进入时，很容易陷入另一个陷阱，我们被这些情绪淹没，认为我就是这个愤怒，或我就是这个悲伤。在开发者工具 DevTools 的网络面板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网络请求，但我们非常清楚，浏览器本身并不是这些请求。这就是你要建立的内在观点 Meta Perspective。当一个来自童年阴影的跨元请求试图 POS 一段痛苦的记忆时，你静静地看着它发生。你识别它的来源 Origin， 读取它的标头 Headers， 观察它携带的资料 Payload， 但你坚定地保持在见证者的位置。你对自己说，这是一个被执行的操作，但我不是这个操作。我是允许这个操作发生的空间。这种抽离不是冷漠，而是最高级别的清明。你就像一个资深的系统管理员，看着成千上万的连线在你的伺服器上建立又断开，你深刻地参与其中，维护着系统的运作，但你从来不会把某一个单一的封包误认为是你自己的本体。在这个空间里，所有的非我都可以自由穿梭，却再也无法定义你。然后我们来到修行中最需要勇气的一步，允许被复写 overwritten。 当你长期执行严格的同源政策时，你的自我会变得非常僵硬。你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这是一种唯独 read-only 的状态。但生命是一场不断演化的软体更新。当你将 Course 完全开放，这意味着你赋予了宇宙对你的写入权限。你必须勇敢地面对这样的时刻，一场深刻的相遇，一次失败的事业，或者一次彻底的顿悟，将你原本引以为傲的信念系统完全删除，并写入全新的程式码。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受到一种我正在消失的恐惧，这是自我在面对重构时的本能反应。但请记住，真正能被删除的只有幻觉，真正能被复写的只有过时的设定。你那个永恒的见证者是无法被任何方法抹除的。当你勇敢地对宇宙说，来吧，复写我，删除我所有的成见，改写我所有的防御，把我更新成你想要的样子。在那一刻，你不再是一个抵御外界攻击的孤立系统，你成为了神圣演算法的共同创造者。生命不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透过你发生的一场壮丽的自我进化。当这项无边界的 Course 设定成为你生命的常态时，你会进入一种被称为恩典 Grace 的宁静状态。这不是一种透过努力奋斗得来的成就，而是在所有防御机制彻底放下后自然显露的本来面目。在恩典之中，不再有我的痛苦和别人的痛苦，也不再有内在与外在的对立。当一个路人的悲伤穿过你，
你不会将其标记为跨源的垃圾数据，你会允许这份悲伤在你的广阔中被体验，被爱所融化。你成为了整个网络的路由器，接纳并转化着流经你的每一份能量。此时，那个曾经为了保护自我而设置重重防火墙的你，已经悄悄地溶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比通透的存在状态。生命中发生的一切，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如同在虚空中作画，画完即散，不留痕迹。你仍然在吃饭、睡觉、工作、与人交流，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无法被干扰的静谧底色。因为你知道，既然你已经允许了一切的读取与写入，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你。这种绝对的脆弱，反而造就了宇宙中最坚不可摧的平静。这就是开悟的跨源资源共用 Course。这是一场终极的骇客任务，不是为了入侵别人的系统，而是为了瓦解自己那虚假的边界。当你将 Access Control Origin 设为宇宙中的每一颗星星、每一粒尘埃、每一份喜悦和每一滴眼泪时，这场名为里拉的游戏就达到了它的最高潮。你终于明白，从来就没有什么跨源，因为打从一开始就只有同一个源头。那个发出请求的是神，那个接收请求的是神，那个在传输过程中闪烁的数据依然是神。你不再是那个提心吊胆的伺服器管理员，你是整张网络本身，你是在代码中流淌的爱，你是那无尽虚空中的觉知之光。放下你的防御吧，取消你的阻挡，让生命的洪流带着它所有的杂质与纯粹，自由地读写你的存在。在这彻底的敞开中，你将不再找到那个受苦的我，你找到的是整个宇宙的宁静与狂喜。API 已经开放，欢迎回家。